主要是受了寒气，没有什么大事儿。不过还是要小心，万一伤了肺就麻烦了。夜里要把门窗关好。还有这被子太薄了，给他加床被子。夜里你再起来看他2次。明天白天还是继续服这铁药。要是他没什么胃口的话，就给他熬点粥。好的，少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会做好的。少奶奶，您送我的大衣，我特别喜欢，谢谢您。好好休息吧。连军，我看见你为素琴治病，我特别的感动。我有些话想跟你聊一聊。我累了，什么也不想说，你也回去吧。方才我去见燕生了，我们说了些话，你想知道吗？你有拜访任何人的权利，不用向我汇报。你都可以花时间陪素琴治病，为什么不愿意花点时间陪陪我呢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我没有素琴那么重要吗？是的，最起码，他从来都没有欺骗过我。回去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进来，小喜。我出去。小姐，其实顾爷他挺可怜的。别说了，我累了，想睡觉了。那我出去了。对了，明天中午前，你去看看他，然后打电话告诉我情况，我好给他配药。你觉得怎么样了？我觉得好多了。我看他比昨天好多了。一会儿下来走动走动，不管情况怎么样，我都得跟小姐汇报一下。她要给你准备今天的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就不麻烦小姐了。送佛都要送上西天，给人治病哪有治一半的？总要你全好才行啊。治病要治全好，要不少奶奶也不安心呐。少奶奶人真好。以前，我认为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是天恩，可是现在遇到少奶奶，她对我更好。
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跟素琴说，让她继续吃药，就算是烧退了，还是要巩固一下。其他的等我回去再说。好。汪小姐，秦教授来了，说昨天晚上又不舒服，还是以前的胃疾。哦，还是张大夫看的吗？对呀。没事儿，等会儿我送他回家。哎，对了，等会儿麻烦你转告我大哥，说我出去一下，下午我会尽快赶回来开会的。好吧。真没想到这次开了这么多的药。张大夫希望通过连续服药的方式，彻底治好您的病。这病啊，都怪我自己，一点小事就挂在心里，影响到肠胃。我呢，真的是太脆弱了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其实人体的各部位都是息息相关的，很多器官都受情绪的影响，所以您的反应是正常的。你的根据是生理医学，而我呢是从人的意志、精神来分析的。昨晚上失眠呢，我想了好多事儿，也想了好多人。是不是也想到了天恩？有时间吗？喝杯茶好吗？嗯。老爷，少爷来了。阿玛，是吧？哎，陆少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你看看这个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情况很特别，他说，皇上的称号要由满洲国执政改为满洲国皇帝，要在3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，皇上命所有的皇室近亲都要去参加朝贺。阿玛，看来日本人对皇上的制约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这皇上受制于日本人，八旗和蒙古子弟不管人数多少，如何作为，那最终都只是日本人的棋子。更堪忧的是，日本人将会伺机而动。那阿玛，去长春朝贺的事情，我应该怎么安排啊？我是不去啊，但是这件事情不能让你额娘知道。哎，玉伦在信上说，蒙古德王已经投降了日本，要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自治政府。你的外公和舅父跟德王的动向是一致的。你母亲要是知道了这些事情，她的精神是会受刺激的。哎，还有，联军对这些事情知道的不多，你要仔细给他讲讲，让他不要在额娘面前提起这些事情，以免他的无事之过再铸成大错。哎，您放心吧。人之为人，是因为有记忆，对历史的记忆，对情感的记忆，便堆积成了人的背负。陆老爷20年来的自我放逐、自甘边缘，多半是受困于个人和家国的历史。天恩说过，他们家的迁居，还有陆老爷的足不出户，是因为要独善其身。独善其身，不是美德吗？但也耽搁了天恩。耽搁了天恩？天恩是年轻人，不应该裹挟进他父亲的那种生活状态。一个年轻人应该是热血的，对于公众事业，他应该是全身心的投入，就像你和你哥哥还有张大夫成立中西医院，这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您过奖了。其实一开始能够这么全身心的投入，是我想躲开感情上的困惑。不过现在一路走下来，我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工作本身的意义。天恩却体会不到你的快乐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是幸运的，而他是不幸的。可是这怪不得别人，天恩他太不努力了。他固然有个人的原因，但也有别的困扰。我做过笔记，你等我一下。
在这里。陆家呢，曾是皇权中心阵营中的人家，陆老爷自己也曾在朝中为官，而宦海沉浮、权力更替中的冷暖人生，让他产生了特殊的认知，认为建功立业、参与政事是一种极大的冒险，便选择了避世，并把这个有意无意间延续到了天恩身上。如此一来，天恩便在陆家这个被刻意打造的龟壳中，培养成了一个温顺无为的人。我一进陆家，就遭遇到了情感的问题，根本就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这些方面。不过，您说的很对，天，他确实是太不思进取了。美鸾，其实我还挺想去长春走一趟的。陆少，你可千万别为这事儿。老爷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你怎么还往那糊涂点子上想啊？你别担心，不是因为皇上重新执政了，我有什么想法，我之前就没去，现在更不会去了。面对这种民族跟国家公益的事儿，我再怎么糊涂，也不会去做日本人走狗跟棋子儿，是不是？我只是有时候在感叹，像我们这散落在四处的遗少跟顾城的后代，表面上是选择了明哲保身，但实际上是什么呢？闲人一个，空虚寂寥，无所事事。这是八旗子弟要共同面对的局面呢。处在这样的年代，又放不下身段，那就只能是自甘边缘了。过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，不知道自己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就只能是靠重温旧梦度日了。哎，其实做闲人啊，真是一门学问，还真不好做。我怎么做闲人呢？看看戏，打发时光，寄托情思。所以遇见素琴也应该是必然的事儿。之前呢，我觉得是素琴需要我的帮忙，需要我的扶持。而静下来一想，其实在我的婚姻里面，我需要她远多过她需要我。越想越糊涂，实际上我就不想想了，就想去长春走一趟，看看于伦，看看老爷，看看舅舅，哎，躲一躲，挺好。家里的事儿还是不顺。哎，更糟糕了。但是你这躲得了一时，躲得了一世吗？天是柔软的，也是软弱的。柔软时令人生怜，软弱时令人生气。但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难以接受的是他对情感的不专一。他的多情是和他的软弱有关的。我觉得他对周素琴之间的那种情感，说是同情，这不是借口。不是借口，那又是什么？天恩其实是一个被呵护的妻儿，他同时经历着别人给予他的宠爱和鄙夷。宠爱呢，让他不懂得人世间的疾苦，他的感受不深；但是鄙夷呢，却让他从未有过自信。所以当他遇到周素琴这个比他弱的女子之后，他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在里面。我这么说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不，我非常愿意听。在天恩对周素琴的情怀中，既是他对弱者地位感同身受的悲悯，也有通过保护一个弱女子而获得的一点点的做人的尊严和价值。可是从我这个角度看，我觉得他和大多数男人一样，就是出于对女人的贪婪。你还年轻，就让你超越，的确是有难度。不过我相信你会有改变的，因为生活会磨砺你。那您认为我们的婚姻需要坚持吗？天恩纳妾是他不对，但在心理层面或许应该有所体恤。
既然命运让你们走到一起，让你们做了夫妻，就不要轻易放弃。人是会成长的，只要有心。那天，他会成长吗？我想会的。一个把爱情看得神圣的人，容不得半点瑕疵，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。但我希望你能够坚持，不要像我，慢慢来，好吗？您看，日本大举侵华，我军全力抵抗。果然呐，果然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就是说，皇上就是梦醒也来不及了。千古的罪人呐，千古罪人！爸爸，息怒。大栓儿，大栓儿，爸爸。老爷，少爷，你外公和你舅舅都在皇上身边，他们也会卷进去的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你母亲知道。您放心，您放心，老爷，我看还是回房歇歇吧。老爷，怎么了？荣少爷来了。老爷，我看就让荣少爷在大厅里坐坐吧。坐坐坐坐。你先下去看看，等一会儿再让他们上来。好。请。皇上啊，身边早就没有了郑孝胥等人的声音，而是让那个张景惠当了总理。那是胡子出身、目不识丁的，他那个人完全就听从于日本人的安排，那等于皇上就彻底成为傀儡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前几个月，听说是有一个皇上身边的亲信，私底下议论了几句，日本人掌控一切，说皇上已经没有实权了，结果被日军监听到了，马上就被捕入狱，而且还判了死刑。那个人是谁啊？谁？丹卓尔扎布。
师，哎，你那儿还有人吗？没人了，大家赶紧走。哎，那是，咱们人多，分几辆车一起走。张大夫，麻烦你带姚大夫一起走，我最后锁门。不，门不用锁了，我留在这儿，你们赶快走。不行，姚大夫，姚大夫，要不这样，我留下看守，您和大家到分堂去。不行，这儿是我干了一辈子的地方，我得留在这儿守着。不，可是你们走，朱管事，凡你告诉王华，我留在这儿挺好，叫他放心啊。过几天没事了，你们都回来，告诉他一块儿回来看。可是，姚大夫，快走！别走！起来，起来！阿妈，您亲自来了。我来给姚大夫上香。快请进。姚夫人，请节哀。姚大夫一生行医，仁心仁术，受人敬爱。没有想到，最后却因为守护安济堂而殉身。姚大夫求人得人，全始全终。相信他在九泉之下，心中也无憾。我心中深感敬佩，特意来向姚大夫表达敬意。面对死于日军战火的姚清风，陆正波思潮起伏，汹涌澎湃。他无法遏制自己想起沦为日军傀儡、为日军侵华作唱的溥仪了。这两个人与他都有着亲戚关系，而志节却大不相同。为故去人的自豪感和为苟且人的羞愧感紧紧地缠绕着他，使他的内心深处隐隐作痛。太太，别担心，那声音呀离咱们远着呢，而且估计过会儿就停了。是啊，太太，您别害怕，没事的啊。这是打炮呢，和八国联军那时候打的一样。现在在打仗吧？是和谁打呢？
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听说是日军想占上海，咱们的守军要给他们打回去。那我明白了。太太别怕，咱们呀待在屋子里头不出去，就不会有事儿的。我才不怕呢，八国联军都熬过来了。你们刚才说是日本，一个日本怎么能跟八国联军比呢？一定能熬过来，会熬过来的。这国家大事我们也不懂啊，太太，等少爷回来，您跟他说说吧。少爷，坐吧。上楼去看看你的母亲，然后赶紧下来。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。哎，老爷，我看您还是歇歇吧。荣少爷又不是外人，让少爷回头陪着说话吧。我心里有事儿，我得跟他说说啊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老爷，您吩咐。我有几件事情想托付给你。这第一桩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接到玉伦的来信了。我主动给他写过几封，也没有回信儿。这心里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劳驾你顺便的时候给打听打听消息。啊，是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也许没来信呢，是因为忙，或者是因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，他的身份可能不太方便。没有信儿就是平安，这倒也是好事儿啊。你母亲那边怎么样啊？您不用担心，额娘睡得很香甜。听春梦说，额娘听到吼破声，突然清醒了，直说是她经历过的八国联军和直奉战争来了。她还一直说，大家一定熬得过去，她不害怕。之后就睡得非常的香甜了，请您放心吧。但愿她说的对。太太的话虽然是脱口而出，但正好是与事实相印证了。这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，自时兵力武器都优于我们，号称要3月亡华。但是我军英勇抵抗，已经彻底粉碎了他们所谓3月亡华的梦想。这几日，上海虽然是伤亡惨重，但毕竟是守住了。这些应该载入史记，成为重要的篇章啊！这正是我要托付你的第二件事。这几年，我是一直在想啊，我这一辈子啊，经历过的人事、世事、朝事，历史的交替、朝代的变更以及内外的战争，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，应该把它撰写成书啊！这一定是一部煌煌巨著。
我要写先皇啊，写他壮志复国的深悲大怨和壮志未成的哀雪。我更要写当今的皇上，我亲眼见证了他的继位，我更见了他的退位诏，而且我更见证了当今日本人对他的要挟。日本侵略中华，天理不容，兴师问罪。可是这皇上的历史评价也逃脱不了干系。是。往事已成过去，可是每每我一听见枪炮声，我就想起了国与朝。国与国人的命运，我就更坚定决心要写下去。可是我的写需要你的协助啊！如果我在有生之年不能写完，你要继续写，完成的。谁呀？叶生，是我。进来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跟你商量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刚刚陪阿妈去瑶台府上了香，回来路上我就想起你了。这儿很不安全，你得跟我走。我跟你走，你挖了防空洞啊？现在你说些细软，我带你到租界去。这些书就别带了，之后叫人来取。快啊！那你也太天真了。我不天真，我知道你不肯住我家里。所幸老太太在租界有好几处房产，在那边安全，你知道吗？这儿很危险。你听见了吗？你的好意我听明白了，但请你放心，我已经决定暂时搬到学校去住了。学校也有防空洞，空袭的时候我可以到那儿避难。我不放心，真的很危险。你知道安济堂吗？本堂被炸得一片瓦砾，很不安全的。安济堂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联军跟我通过电话了，真的是请你放120个心。我已经决定搬到学校去了，而且学校的防空洞设施特别的好。秦彦生，我不放心，这儿很危险。要是不打仗，我之前经过你们家的门口，看见里面亮着灯，知道你在里边，我就放心了。而现在打仗，你收拾东西跟我走，去啊！收拾东西啊！好了，咱不说这些了。我得赶紧把手头的那个稿子写完，这是真的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你自己回去吧。彦生，我说什么你都不爱听，是不是？我不是不听你的，我是真没有时间。日本侵华，报社希望我写一些激励民心士气、呼吁国人同心协力抵抗外辱的文章，我现在正在写。这是我能为国家唯一做的事情，我希望我能够全力以赴的去做。我没有精力浪费在儿女之情上，请你理解我。你写你的文章，我不说话，安安静静坐着，不碍你事。你听见了吗？还是跟我走吧。还是跟我走吧。
好久没见联军了，你和他之间还是没有改善。他是我的债主，我面对他，每天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每跟他多在一天，我的愧疚多一分。其实联军是爱你的，我知道他爱我呀，但是我感觉不到。你感觉不到那是你的愚钝。如果不爱，他又怎会在你身边坚守？我非常感谢他可以留在我的身边。但是，他现在面对我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眼神，都想在惩罚我，你明白吗？那是因为你负了他，你负了他的一往情深。他有精神洁癖。他在爱情上的要求是一个苛求完美的女人，而这一点你是伤了他的命脉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以为他对你的是恨呀？那是怨，怨是由哪来的？是由爱而生，有怨说明有爱。你看看你的样子，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我知道，像我这么百无聊赖的人，不值得你们去爱。是的，不值得爱。你娶了人家，又说自己不值，你这是对你为妻的不负责任。不过我觉得你也有所改变。我确确实实感觉我在改变，我真的有很大的改变。你说说，你看到我哪儿改变了？无用的话，你以前也说了很多，只是没有现在听起来感觉发自肺腑的惭愧。我是真的惭愧的，这种感觉很疼，很强烈，强烈的让我睡不着觉的那种。有了惭愧，你也就有了改善自己的心理能量。天生，你说人是会爱上太像自己的，还是太不像自己的人？我想这不是你应该现在牵挂的问题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你也是个成年人了，你也该想一些风月之外的事儿了。我也想帮忙，但是我到底能做什么？那是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陆家的羽翼，一旦离开，遇到困难，你自然会找到事儿做。我没想过。天恩，你跟你父亲不一样，你父亲现在两耳不闻窗外事，那是因为他年少的时候他做过事情，现在赋闲那也算是退休，而你呢，还未进场你就已经退场了，沉浸在个人的那种儿女情长之中。你如果终其一生，你将来就不怕有遗憾吗？啊？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你告诉我。你该问你自己。如果在以前，你可以说你年轻，因为环境，你把责任全推到你的父母、你的家庭中去。但是现在不同，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应该为你自己、为你的父母、为社会做个交代了。其实联军，你看看他
他就是你最好的榜样。